宣读完毕，请审判长入庭，全体起立。现在开庭。等一下，我弟还没回来，我去找他回来。已经开庭，相关人等不得随意走动。是审判长大人。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什么都不懂还敢来开庭？你当法庭是菜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现在正式开庭，带当事人林志尊。现在确认身份，被告律师林卫在场吗？等一下，我弟去厕所，马上回来。上厕所了，是不是太害怕，人不敢来了啊？被告律师林卫限时5分钟内到场，否则视为放弃辩护。5分钟倒计时。4分钟。3分钟。如果被告律师还不到场，则视为放弃上诉辩护。2分钟。1分钟。最后1分钟，被告辩护律师林卫还未到场，本庭将直接宣判终审结果。1分钟。林卫，你到底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什么玩意儿呢，开庭前满口大话，开庭了人不敢来了。这本来就是铁案，把全大厦最好的律师叫来也没用，他一个大一学生还敢来打铁案，不敢来开庭也是正常。没想到咱们的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大一的新生啊，可能都还没有学过刑法，而滨海银行的律师团呢，在业内有滨海必胜客的称号。这个案子呢，又是铁案，林卫胜诉的概率啊，无限接近于0，他不敢出庭呢，也属正常的。这林卫都开庭了，临阵脱逃，这也是打官司，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可是铁案，他一个大一的新生，一个抢劫犯的儿子，能有什么担当？20秒，还倒什么计时啊？不用了，他一个炒作的小丑，简直浪费我的时间。吹什么牛逼？你以为打官司是游戏？每一个律师能站在这庭审现场，至少要3年实习，2年助手，起码要5年才能打自己的官司。他一个大一学生还敢来打铁案，简直是笑话！最后10秒。不是说这是咱爸犯案的重要证据吗？行啊！都铁案了，还申请终审，我看是想出名想疯了吧？浪费时间，简直是丢法学生的脸！我要是政法大学的院长，一定把这种害群之马开除。9、8、7、6、3、2、1。现在正式宣布，被告人林志尊维持1审、2审等等。如果法律不能成为照进黑暗的灯塔，那至少也要发出守护人权的微光。
被告律师林卫，请尽快入席。是，审判长。你到哪儿去了？姐以为你真跟他们说的似的。姐，你放心吧，咱办这个案子，我有100%的信心能够翻案。翻案不是靠嘴上说的。林志忠拿了我们银行的钱，他就是抢劫。先不说这是铁案，你一个大一学生还想翻案？你把我们这些律师都当是吃干饭？我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我的父亲不是抢劫犯，我为什么翻案？都终审了还新证据？难道你说你比公检法还厉害吗？1审2审都没搜集到证据，你一个大一的学生，终审就能搜集到证据了？法庭讲话是具有法律效力，有本事就拿出证据，否则我们滨海银行一定会反诉你。坐。林卫，算了，咱告不赢的。儿子，咱们是告不赢银行的，爸认了，爸就想你能好好的生活。被告律师，在正式开庭前，是否有新的证据要补充？审判长，我要提交新的证据。你要拿什么新的？我手里的证据足够让整个案件全部推翻。这里面就是你要提交的新证据。是的，审判长。胡闹，太胡闹了！有些人妄想通过直播炒作自己。林卫，你这种行为是最可耻的。法庭是严肃的地方，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出法律责任。你们凭什么认为我拿不出新证据？哼，还凭什么？就你一个大一的学生，没钱没人脉，还搜集证据，靠脑补吧？我这就准备材料，将林卫和他这个抢劫犯父亲一起送进去。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拿不出证据来，那今天我就趁着这场直播，向全大夏有过这样遭遇的老百姓上一课。我说你吹什么牛逼呀？就你一个大一的学生，给我们整个社会上课，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无知者无畏，等出了社会，遭遇了生活的毒打，自然会夹起尾巴做人的。还是那句话，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啊！证据就在我的之前，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去，呀！林卫，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竟然敢起诉我们银行！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确实是法院的传票。你放屁！林志忠抢了我们银行钱就是抢劫，你说我们是诬告？给我下死手！敢诬告我们银行，我让他们两个把牢底坐穿！林卫，作为你姐夫，我要告诉你，你上诉请求提得这么夸张，要是没有相应的证据，连你自己都要被送进去。林卫，姐后悔了，姐不该由着你去申请终审，咱不告了。姐，这是我的上诉申请，不做任何修改。审判长，我申请并案审。鉴于两案关联性极强，允许并案处理。双方交换位置。何老师，网友们都很好奇，这林卫怎么变成原告了？林卫变成原告是因为林卫反诉了滨海银行，法院呢觉得两案的关联性极强，两案并审，所以呢
赵发财行长呢就成了被告人。那这样操作是否符合规范？既然法院受理，那肯定是符合规范的。林卫啊，还是有一点小聪明的，他使用了一些诉讼技巧。看来啊，我们都小瞧了这个大一的新生了。那双方身份的互换是否会影响到林卫的胜诉呢？铁案呢就是铁案，不会因为一些诉讼的技巧就改变铁案的性质。林卫想要胜诉呢，我认为不太可能。搞什么呀？现在我们成被告了。放心，铁案就是铁案，我保证翻不了。现在重新开庭，请原告方陈述事实和理由以及上诉请求。审判长，我的第一个上诉请求是，我方当事人明明没有犯罪，却被滨海银行诬告，说我当事人犯了抢劫罪。我方上诉申请撤销1审2审判决，还我当事人一个无罪清白。什么？我没听错吧？申请撤销1审2审的判决？你的意思是前面2次的判决法院全部判错？你懂不懂什么叫铁案？罗老师啊，其实我也一直很好奇，咱们一直提到的铁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铁案其实就是指1审2审都判了相同审判结果的案子，这就表示当前所有的证据链都指向了当事人有罪。法院呢对当前的案子定性了，这种案子除非有关键性、翻转性的证据，否则终审是不可能改判的。这个林卫居然提这种需求，看来他连最基础的功课都没有做，还妄图给他爸翻案呀！这个林卫要不是把银行告上了法庭，这林志忠还能减刑几年，真是被他儿子给害惨了。真给我们法学院丢脸，真的！原告律师，你确定所有诉求都有相应证据吗？我确定。没有证据就是作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确定。你确定？现在法学院的学生真是一届比一届高了，确定能把自己给送进去？宋律师，可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小舅子就心慈手软啊！放心，我是律师，遵从的是法律，只要林卫敢诬告，我一定亲手送他进去。原告律师，请继续。第二，由于滨海银行的错误判决，导致我方当事人被误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在看守所长时间拘留，所以我方申请对被告，也就是对滨海银行，向我方当事人赔偿20万的精神损失。赔偿20万的精神损失。这林卫是想把银行再抢一次吗？20万，这林卫年纪不大，胆子是越来越大。这林卫是不是疯了？要求银行赔他20万，想钱想疯了吧？这哪是打官司啊？这是当爹的抢了遍银行，这儿子的还要再抢一遍啊！就是。罗老师，那您作为专业人士是如何看待林卫的诉讼请求的？这个案子，林志忠虽然很难胜诉，本来减刑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可现在林卫提出这样的诉求，相当于同时质疑法院跟银行，很可能会引起反效果。确实是，这抢了银行还让银行赔偿20万，就算是许愿也不带这么许的呀。林卫，但凡你翻过1两个刑事卷宗，也不会提出这样的上诉请求。法院不是你哗众取宠的地方。这种申诉请求也不需要我们反驳了，这一战我们不战而胜。好啊，我回去就买热搜，说律师起诉银行，反而把自己给送进去了啊！我还没说完。第三，由于滨海银行对我方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方要求滨海银行公开道歉。第四，我方要求滨海银行高层出面澄清事实，不仅要还我当事人一个清白，还要对每一位在滨海银行遭受过同等待遇的受害者进行道歉。林卫，你疯了！你确定要提这样的上诉请求？我认为我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问题。孩子，林卫，这样的上诉请求，你能拿出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辩解吗？如果拿不出，可是妨碍司法罪，要被判刑的。原告律师，
法庭是神圣的地方，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你确定这是本次终审的诉求？我确定。原告律师，诉讼申请提交完毕，现在请被告方滨海银行发表自己的答辩和诉讼申请。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林志忠已经给我定办。放心，抢劫就是抢劫，林志忠这20年的牢肯定。审判长，第一，针对原告林志忠对我滨海银行的控告全部驳回，并要求从重从严，严肃处理此种行为，以达到对法律的敬畏。第二，申请维持原判1审、2审的判决。第三，要求原告对我方造成的名誉损失进行全部赔偿，金额100万。100万！我操，赔100万！咱们老百姓去告银行，哪里告得过人家？现在好了，不仅人要坐牢，还得赔100万。林卫这下完蛋了吧？他向人家索赔20万，人家还向他索赔100万呢，这不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吗？双方诉讼申请提交完毕，现在请原告诉讼方出示相关性的法律事实依据。要提交证据了，怎么办呀？咱们根本就没有新的证据。没有新的证据，那可就是诬告了。林卫，这牢你坐定了。审判长，在提交法律依据前，我想先请我的当事人描述一下当时的案发经过。申请通过，现在请当事人描述案发经过。当时我儿子住在医院 ICU， 等着交钱做手术，我就去了银行取钱。你好，取钱。这是林卫的存折，你跟他什么关系？我叫林志忠，林卫是我儿子。这存折里的钱呢，是他们学校的捐款和他的奖学金。取钱必须本人亲自过来。我儿子他现在在 ICU 里等着这钱救命呢，来不了。哦，对，这是他的病危通知书。取不了就是取不了，这存折是林卫。取不了就是取不了，这存折是林卫的，你必须证明你儿子就是你儿子。哦，能证明。对了，我说这户口本，户口本也证明不了。有户口本还证明不了啊？就是啊，赶快给人取吧，人家还等着钱做手术呢。我说不行就不行，这银行的钱哪那么容易取的？这钱明明是我儿子的钱，咋成银行的了？哎，你走，别耽误别人在这儿办业务行不行？你想取钱是吧？要么让你儿子亲自过来，要么就证明你儿子就是你儿子。儿子现在在 ICU 里，他咋来嘛？怎么过来？活着就推轮椅过来，死了就给我抬过来。那这钱今天就取不了了吧？银行的钱你想取就取，这都来抢好了。走，别动，请进。我坐好了，把钱都给我放下去，别在那跑啊！给我坐，别动，把钱给我装进去，快点，赶紧的。快点！这钱不能拿走，这钱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妈的，哭什么哭？咋了？闹啊！我来取我儿子的钱，跟银行他非要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你看户口本还在这，咋不能证明吧？你刚才说你儿子住院需要钱？拿来，带你儿子治病去。这不给呀，不给！让你拿，别跟我废话。走，走。是林志忠
吗？林威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动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你们快到医院把手术费交了。交，马上就交，我马上就过来交。林就敦的证词基本上已经承认了抢劫，林伟诬告可就坐实了。好个无良父子，一个抢劫，一个诬告银行，这热搜标题，看看以后谁还敢在我们滨海银行头上动土。现在说我诬告，会不会为时尚早呀？早什么早啊？你爸都已经承认抢劫了，你不是诬告是什么？连顶级律师都翻不了的案子，你一个学生就能翻案，你不是诬告又是什么？顶级律师翻不了的案子，不代表我也翻不了啊。我想请问当事人，您当时有参与到抢劫中去吗？没有，我根本没有啊！您能再详细描述一遍当时劫匪给你钱的经过吗？当时有一个劫匪，他看我一直在哭，还骂我肿，我就把我儿子住院，住在 ICU， 需要交钱做手术，他就硬塞了2卷钱给我。那你能说一下，他在把钱塞给你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做的？我第一时间根本不敢要，我特别害怕。后来他用枪指着我，我才没有还回去的。好，审判长，我方询问完毕。原告律师询问完成，请开始你的法律解释。这个是一审时滨海初级法院提出的公诉问题，结合我方当事人的陈述，我认为此判决对我方当事人产生了巨大的侵害。什么？我没听错吧？你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连法院的判决都不服，狂妄，太狂妄了！法院为了自己的权威性，是不可能推翻自己。也就是林伟这种连大学都没毕业的傻学生，根本什么都不懂，还敢提这样的诉讼申请。我希望等我递交完法律解读之后，你们还能这么想。我希望等我递交完法律解读之后，你们还能这么想。就凭你手里那堆废纸，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力能推翻这个铁案。针对一审判决，原告律师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可以用法律条文进行解读和反驳。审判长，滨海初级法院认为，我方当事人在明知道那些钱是劫匪从滨海银行抢来的时候，却依然拿去，所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图为从银行强抢金钱，判定我方当事人为共犯或打算趁机打劫银行，犯罪。抢劫就是抢劫，我倒要看看你平时为那堆废纸怎么把黑的说成白的。审判长，我的反驳理由如下：首先，刚才我的当事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名劫匪他主动的去询问我方当事人为什么在银行哭泣，在听说他的事情之后，又主动把钱交给他，让他去医院缴费，去治疗他的儿子，也就是我。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高见呢。林志忠是个成年人，他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钱是他自己拿的，他就是有罪。不，那些主观意愿都是犯罪嫌疑人强加到我当事人身上。在我方当事人拿到钱的第一时间，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从主观意图判定我方当事人是想从银行抢走钱财。如果滨海银行方不相信的话，可以当庭调取银行的监控画面。你凭什么说这些主观意愿是犯罪嫌疑人强加给林志忠的？我还说他们提前串通好演戏呢。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细节？我方当事人说犯罪嫌疑人骂他，而且骂得特别难听，特别低劣的孬种。那又怎么样？说不定是他们内讧了，完全有这个可能。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骂了我方当事人，很明显是犯罪嫌疑人对我方当事人的行为非常不满。够了！大家在这里不是想听编故事、夸夸其谈。目前为止，林卫没有说出一条法律依据
这里是法院，不是大学生辩论赛。原告律师，请你阐述与本案件相关性的法律法规。接下来我要阐述的就是法律法规。本次案件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劫匪手上持有危险性武器，他只需要一个念头就可以让我方当事人产生生命危险。当事人，当劫匪给你钱时，是否持有武器？有，他手里拿着一把枪啊！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我当事人受到威胁的时候，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保护，这完全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所以他的所有行为完全不受到任何法律责任。罗老师，请问什么叫做紧急避险？刑法第21条规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损害另一法益以保护较大法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行为，这就叫紧急避险。举个例子你在野外走散了，快要到饿死的地步了，这个时候你看到有一只大熊猫，然后呢，你把这个大熊猫吃了，这种情况呢，它就不违法，这个就完全符合紧急避险。咱们就不用去管大熊猫是几级保护动物。但当时劫匪手里有枪，岂不是符合紧急避险？难道林威真的有可能胜诉？在实际案件中紧急避险的界限非常的模糊，仅靠这一点呢，恐怕还不够。这完全符合紧急避险的条件。老师，你也在关注这个案子？这场庭审很有意思啊。林志忠案已经上热搜了，网上的关注度非常高，观看人次已经快超过2个亿了。这紧急避险好像还是您修订的吧？怪不得您对这个案件有兴趣。咱们大夏懂法的老百姓，那可是很少的一部分。借着这个直播，正好让民众可以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林志忠完全符合紧急避险，所以针对滨海初级法院的判决，我方不予承认。2审和1审的判决结果相同，所以我方申请以此方面撤销1审和2审对我方当事人的所有判决。什么叫紧急避险？那抢劫就叫紧急避险了。那每个人都到我们滨海银行紧急避险好了。这可是全国直播，那么多眼睛看着呢，可千万不要出什么幺蛾子。林卫，我还以为你能有什么高见呢。你以为因为你知道紧急避险，1审2审的法官审过那么多的案子，还比不过你一个大一的学生？不止他们，你们今天滨海银行请来的所有人士都比不上这个大一的学生。好，心胸狭隘，狂妄自己。作为你姐夫，今天我就教你出社会的第一课，打官司是没那么容易的。审判长，林卫刚才提供的事实依据确实符合紧急避险，可以反驳1审中的第2条。但我有个疑问，被告方律师有什么疑问可以当庭提出。刚刚原告律师所说的紧急避险，完全就是在避重就轻。他只说了判决的前2点，故意忽略了后面几点。而法院判定林志忠有罪，正是判决的第3点。林志忠在明知道是滨海银行的财物情况下，依旧选择使用此财物前往医院缴费。刚才林志忠在表述中说得很清楚，在林志忠离开银行后，劫匪并没有胁迫他完全可以在安全之后选择把钱还给银行，或者报警。然而他选择了去医院缴费。没错，当时可没有劫匪拿枪指着他。依据此点，完全可以判定是当事人临终的主观意愿，而不是原告律师林卫所描述的林志忠是在紧急避险。
我想请问当事人，你在明知道是银行财物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私自前往医院缴费，而不是选择打电话报警，将银行的财物上交？当事人林志忠，你完全可以在等一个自己安全的地点之后，将钱还给银行，而你偏偏做出了去医院私自缴费的行为，既不符合紧急避险，又私自缴费，这2点相结合，完全可以判定是林志忠在主观意愿上抢劫了滨海银行的钱，去救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原告律师林卫。林卫，我们怎么办呢？当然，这是人性。我不否认林志忠在感情上对自己儿子的爱，但是从法律上讲，对林志忠的判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罗老师，刚才林卫好像要赢了，现在怎么又翻转了？法院判案是要讲事实依据的。当初滨海初级法院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之所以顶格判处了林志忠20年有期徒刑，正是依据了宋律师提出的这个点。当事人林志忠私用银行的钱缴费，这个呢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我实在想不出有任何反驳的可能了。但林卫想要告赢这场官司就没有机会了。只能说不愧是滨海必胜客。被告律师宋律师提出的观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反驳的可能。滨海银行只要是抓紧这一点，终审改判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事人，在你出银行后，有没有受到其他胁迫？没有。很好，那我想请问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律师，你们在明知道是私用赃款缴费的情况下，还坚持申请终审，甚至一再推卸责任，不服1审2审的判决，是否可以认定是对滨海银行的挑衅？你们想好结果了吗？法官大人，我们不上诉了。儿子，我们不告了好不好？我不能再干了，你看。林卫，你听姐的，就算姐求你，咱不上诉。姐，没事的啊。肃静，原告方对于被告一方的反诉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提出不同的观点？你一个穷学生翻了几篇刑法，看了一个名词，就可以拿着鸡毛当令箭了吗？你就知道这一条，还能有什么意见呢？审判长，关于被告方律师提出来的，我没有别的意见。被告方律师基于他的观点是这个。现在知道错了，完了！林卫，就算你现在放弃上，我们也依旧会严肃追究你的法律责任。罗老师，这林卫怎么突然没有任何意见了？看来林律师已经放弃了。滨海银行方严肃追究，林律师自己很可能受到牵连。但是，我想请问被告方，你们怎么判定劫匪给我当事人的钱是银行的钱？你们怎么证明这笔钱是银行的钱？刚才曾律师也说了，我方当事人拿着的是银行的钱，去医院缴了相关的费用，由此来判定我方当事人的主观意义。那基于这样的前提，就更应该先证明这笔钱是你们滨海银行的钱，是你们滨海银行的钱了。我去，这林卫绝了！竟然让银行的人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个观点，林卫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也太有意思了吧！我去，说林志忠抢了银行的钱，那银行得先证明那钱是银行的呀。这林卫说的太他妈有道理了。这都被林卫猜到了，我怎么感觉林卫真有可能赢啊？这个林卫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他居然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我看这个林卫就是想通过这次法庭事包炒作自己，这也太可耻了！这根本就打不赢的官司，这不就是哗众取宠吗？什么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钱？
他是不是发病了，脑子不清醒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病，赶紧滚回医院，别死在这法院里！回去！你怎么说话呢？林卫，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刚才提这个理，完全是无稽之谈。法庭是严肃的地方，容不得你在这里胡闹。肃静！原告律师再次提醒，法庭上所有发言都要有相应依据。你的发言是否具有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据，我当然有，而且是能够让你们败诉的关键性证据。能让我们败诉的证据？你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学生，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林卫，我求你认清楚现实，一切哗众取宠的行为都将被法律击溃，你会在网络舆论的深渊里万劫不复。我愿意为我说的话负责。审判长，这是一审时由检方提供的证据。员外，你不要太搞笑，拿我们提供的材料告我们，你脑子进水了吧？啊？那我今天就好好的给你上一课。哼，要给我们上一课？我们这都是最好的律师，你一个连刑法都没有读完的东西，居然敢给我们上课，你哪儿来的胆子？我从业10几年，提交的每一条证据都经过多次审核，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纰漏。是吗？根据公诉提供的相关证据和视频，当时银行内部混乱，劫犯不仅抢劫了银行内部的钱财，还对所有在银行中正在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了抢劫。关于这一点，滨海银行是否承认？没错，那跟林志忠拿了银行的钱有什么关系？根据监控显示，劫匪们把从银行抢来的钱和从客户抢的钱统一放在了同一个袋子里，而劫匪给我当事人的钱却是从袋子里面随便拿出来的2存。我说的没错吧，被告方？审判长，我方认为这一问题与本案并无直接关系，我方拒绝回答。审判长，我是在核对本案证据，与本案高度相关，我并不认为这是无关的问题。原告方问题与本案件高度相关，被告方申请驳回，请被告方滨海银行及被告律师正面回答原告律师。没错，钱是从袋子里拿出来的。很好，根据视频证据显示，这2捆钱根本就无法判定到底是从银行抢来的钱，还是从已经取完钱准备离开的客户手里面抢来的。所以，你们银行方又怎么能认定这笔钱是你们滨海银行的？那这个钱如果是客户的话，那咱爸是不是就不是抢银行了？你他妈的！什么银行还要证明银行的钱就是银行的？那去你们银行取钱的时候，凭什么让客户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儿子是我儿子啊？你就是无理取闹！这不是无理取闹。如果被告方无法证明，那么银行方就无法认定是我方当事人参与了抢劫。这笔钱确实是抢来的，但并不是我方当事人抢。劫犯给了我方当事人的钱财，这顶多算是我方当事人不当获利。所以我想请问，你们滨海银行怎么认定这笔钱是我们银行的？没想到啊，真没想到！我原本以为林卫是在吹牛逼呢，真没想到还能这样，让银行证明银行的钱是银行的。这大一学生有2把刷子哈！这回啊，这银行方可能真的没办法反驳了。哎，老公，我怎么有点期待看着滨海必胜客输掉的样子？我也是。现在庭审方向真是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网友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罗老师，这林卫让银行证明这2捆钱是属于银行的，合理吗？在庭审过程中，2方律师都可以抛出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只要审判长认为这个法律依据是符合逻辑，那就是成立的。关于让银行证明钱是银行的钱而不是客户的钱，虽然看上去荒谬，但我们细细一想，还是完全符合逻辑。说实话，我从业这么多年，也经历过大大小小数百起的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过程如此曲折，所提的问题如此离谱的案子。这林卫或许真的有可能上诉成功。银行方对原告提出的问题有没有什么证据反驳
或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反对。算破！给我使劲反驳！你要是反驳不了，就给我滚蛋！审判长，我方坚决反对对方律师的说法。陈述反对理由：客户在银行的时候，银行有权利及义务保障客户的安全和损失。钱在还没有离开银行的时候，当然还是属于银行的。因为客户被抢的损失，银行需要负主要和全部责任。根据责任的划分，当客户还没有离开银行大堂办理的时候，钱当然还是属于银行的。没错，只要他们还在银行，钱就是我们银行的。所以根本不用区分是银行的钱还是客户的钱。劫匪拿到钱，不管是哪一方的，只要还在滨海银行的范围内，都属于滨海银行的财产。所以刚才原告方律师提出的说法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吗？那我接下来还有证据。什么？还有证据？闲杂物品不要放在柜台上。啊，这些都是我吃的药。那也不行，快拿下去，脏死了。麻烦帮我取2万块钱。取钱需要提前1天预约。啊，预约了，昨天就已经来过一次了。烦死了，怕人死，钱没花完是吧？钱，我的钱，他抢我的钱！你去报警呗，他都出银行了，不归我们管了。我的钱就是在你们银行被抢的呀！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呢？这儿是你能闹事的地方吗？我的钱都被抢了！钱被抢了，那找抢你钱的人去啊！这儿是银行，在这儿闹什么呢？钱离开柜台一概不负责任。那是我买药的钱啊！那2万块是我全部的钱，我用来买药的。你胡说什么？当时你已经败诉了，信不信我现在告你诽谤？诽谤！审判长，他们先放这里。被告方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原告律师，请继续。审判长，半年前张春花女士也曾对滨海银行提起诉讼，但是滨海银行方以离柜概不负责，客户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财产为由提交了论证，导致当事人也就是张春花女士败诉。这个是当年的案件卷宗。张春花，原告律师林卫所说是否属实？啥叫属实？就是是不是真的？啊，是真的，是真的。那么我想请问滨海银行方，这个就是你们滨海银行方所说的会保护客户的财产安全，损失由你们银行承担是吗？对此，我方保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滨海银行也太他妈双标了，一边说自己是受害者，一边又是加害者，怎么什么都是他们占理啊？不只是滨海银行，现在外面的银行都这样，咱们是平头老百姓，能怎么样？只能任人宰割。我靠，这银行也太不要脸了！告别人就说根据责任划分，钱还是银行的；被别人告了，又说给离柜概不负责，这种反话都让他说了呗。这个老奶奶也太可怜了，这还是人家的买药钱。说真的，我都想让滨海银行败诉了，可是我觉得一个大学生还是帮不了银行啊。看来林薇还是要败。审判长大人，你说说，这滨海银行是不是专门欺负我们老百姓？应不应该把钱还给我？你要为我做主啊！原告方证人，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对不起，我控制了，对不起。原告出庭证人张春花，你的发言讲完了吗？案讲完了。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席。针对原告证人提出的滨海银行不履行在银行大厅内部保护客户财产的行为，被告方滨海银行要不要补充说明当时情况？补充，我们要补充。宋律，补充，给我补充，我不准许任何人挑战我们银行。这次终审要是真的输了，你知道会跳出了多少刁民找我们麻烦吗？您放心。被告方进行补充说明。审判长，刚才原告的证人不但长期服药，
现场还是情绪激动，出言辱骂我方，因此我怀疑原告的证人在精神方面有问题。所以，我认为原告的证人在庭审现场说的话不足以当做庭审的证据。没错，他就是一个精神病，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人找了一个精神病，他们的证据绝不能被采纳。原告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审判长，我方同意被告律师的申请。怎么认输了啊？他们当然要认输了，在铁证面前，他们的言论不过就是假把式。既然原告律师已经认可了我方的申请，作废了证人证言，那审判长，我觉得可以做最后陈词了。既然你们觉得我那名证人无效，那我只能提交新的证人证词了。我手上的这些，均为滨海银行没有保护客户在银行内部财产安全的相关案件卷宗。09年渔民灰案，银行柜台取钱，余额不足；10年当雪峰案，银行内部自助存取款机，故障推钱；12年陈博文案，银行内部钱款被偷，银行拒绝调取监控录像。这些你们给出的理由真是离柜概不负责。审判长，这些案件的当事人现在就在外面，他们可以随时听取传唤，他们每一位都可以控告滨海银行方没有保护客户在银行大厅内的财产安全。既然你们觉得我那名证人有精神疾病，那就算了，但是我有数名证人，难道他们每一位都有精神疾病？滨海银行方完全反对。可你们有串供的嫌疑啊！你们的证人本来对银行就有敌意，他的证词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什么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审判长，我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足以证明，银行方特指滨海银行，他们没有保护客人财产安全的计划，所以我方申请对于刚才辩护律师提出进行撤销。拒绝原告申请理由，拒绝依据：银行方在法律上具有保全客户财产的义务，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不具备普遍。林卫，你看到了吗？审判长都拒绝了，这场官司你们输定了。你跟我们银行斗，你们就是螳臂挡车，匹夫撼树，你们完了。林卫，怎么办呀？咱这次不会真输了吧？搞了半天还是要输了，审判长直接拒绝了原告申请。这网上的舆论现在已经反转了，这支持林卫的呼声可越来越高了。舆论有什么用？让审判长推翻原来的审判，难。竟然拒绝了，是您提前运作过吗？之前确实尝试过，但这个审判长油盐不进，根本不给我们银行面子。难道他想通了？这审判长怎么拒绝咱们申请？姐，别急。同意申请请求，同意依据：被告方滨海银行未履行保障银行客户财产安全。怎么又同意又拒绝了？这到底什么意思？罗老师，为什么审判长又拒绝又同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审判长拒绝的是申请理由，注意啊，重点是理由。拒绝理由什么意思？原告的申请理由和证据全都表明了银行不具备保护客户财产安全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在法律法规中，银行是必须要保障客户的财产安全的。拒绝原告律师提出来的理由，恰恰是为了维护法律的。那判了同意又是什么意思啊？审判长同意的是原告律师林卫的请求。在本案中，滨海银行确实没有行使到自己的义务，这是特例。因此审判长同意了申请请求。审判长这样判的，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给到了事实尊重，这就是审判长做的巧妙的地方。其实这场官司，滨海银行一开始就走错了辩论方向，完全落入了林卫的节奏中。这场官司，滨海银行方表现得非常差。老公，你听到罗老师说的吗？这滨海银行可能要输啊！听到了，真是活该。你还记得吗？我上次去存钱，我自己都不知道，给我开了一堆信用存折。现在的银行根本不把咱老百姓当成一回事儿。这林卫真是好样的，这滨海银行横行霸道那么多年，总算是有人站出来了。整顿社会啊，还得靠00后，英雄出少年。牛逼！快看热搜，大一学生告赢滨海银行，滨海银行不当人。林卫太帅了，这也太给我们大学生长脸了。滨海银行
这回肯定要栽了。那也是滨海银行自作自受。什么叫证明我儿子是我儿子？这也太不要脸了！我倒要看看这滨海银行还怎么诡辩。这场官司到现在其实已经辩无可辩。这个案子很可能成为以后我们普通人向上诉讼的教科书，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双方最后的陈述和审判长到底如何。怎么又同意又拒绝了？这到底什么意思？意思是，法院认定咱们银行没有起到保护好客户财产的责任。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别急，审判长，您还没有让我对原告的阐述进行反应。我申请刚才的审判无效。申请无效。申请无效？请问审判长，什么叫申请无效？审判结果已经出来了。已经通知了被告方申请无效。如果被告方要继续坚持申请，可以在庭后提出行政复议，但现在申请无效。这不公平啊！被告方律师，如果再继续这个话题，将受到本庭2次警告，直接离席。好的，审判长。现在请原告、被告方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林卫，你准备好了吗？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方提交的诉讼和法庭证据，我方已经没有任何想要补充的了。我只是想说，法律是正义的，它不会误判一个好人，同样也不会误判任何一个坏人。我希望审判可以按照法律的正常流程走，牢记法律誓言。原告方陈述完毕，被告方进行最后陈述。这是最后的机会，给我抓住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这场官司中，我滨海银行是受害者的身份，法律绝对不能被人情裹挟，法律是神圣的，法律是无情的，我滨海银行才是受害者，原告却提出让我受害者提供赔偿，这完全是无法可依，无理取闹，请法庭依法裁决。请当事人林志忠做最后陈述。俺真的想不明白，就想取自己儿子的钱，救自己儿子的命，为啥还要证明俺儿子是俺儿子呀？做老百姓怎么就这么难呢？陈述完毕，现在休庭，休庭30分钟，30分钟后宣布最终审判结果。领导，我就想问问，谁儿子就是谁儿子，有血缘关系的，怎么就取不出钱呢？林志忠就去银行取了个钱，怎么就成抢劫犯了？我们也是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法大于情，希望您能理解。领导，法大于情，我没读过书，听不明白，我们老百姓办个事，怎么就那么难呢？先放下，咱爸不会有事吧？我怎么感觉那审判长表情有些不对呀？毕竟他1审、2审都判咱们输了。哎呀，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姐，你不用担心，我相信法律会给老百姓，给所有人公平。针对这个案子，两位有没有什么看法？原告方提出的当事人林志忠无罪。虽然原告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了法律诉讼，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但1审顶格判处20年，2审还维持了原判，终审的判处结果如果真的是无罪，恐怕对法律的公信力会造成巨大的打击。所以，我赞同支持原判。你觉得呢？咱们这个案子是全国直播，网络上的舆论基本上都是支持原告方，并且原告方的论据充足充分，被告方根本无法反驳。如果我们坚持原判，也无法做到维护法院的公信力。我觉得可以适当减刑，甚至满足原告方律师的申请。考虑到1审、2审审判结果一致，我也更倾向于滨海银行方维持本案原判。更何况滨海银行之前有那么多的民事纠纷案，如果这次我们判了滨海银行败诉，恐怕会对咱们法院的公信力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但这次可是全国直播，原告律师林卫的上诉如此充分，如果我们维持原判，难办。但目前为止，还有什么能比维持原判更好的处理办法吗？法院的公信力不容有失，还是维持原判来处理吧。哎，这最后到底咋判啊？
看样子林志忠有很大概率可以减刑。早知道就去采访林蔚了。可不是嘛，只有让那个新来实习生采访到的林蔚，真是便宜他了。郑贵凡，你不是说林志忠从任何角度都不可能赢吗？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他妈警告你，如果林志忠无罪释放，吃不了兜着走。操！他们拿出的那个不叫证据，顶多是个线索。想推翻这个案子，王平这点可还不够。没错，如果法院判了林志忠无罪释放，那他们以后遇到其他类似的案件要怎么处置？周浩，请放心，林志忠最多是减刑，想要无罪释放，那是绝对不可能。李薇，你说他会给咱爸减刑吗？唉，他同不同意没用。什么意思啊？减不减刑是审判团的事情，但是同不同意他们的审判结果是我们的事情呀。无论他们讨论多久，都不会对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因为这一次我们一定能胜诉。可是如果咱们已经胜诉的话，那审判长早就出来给咱爸减刑了，他到现在都没出来，你说是不是咱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不是的，姐，咱们递交的材料已经足以为咱爸减刑了，这一点不光审判团知道，连滨海银行的律师团也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不代表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现在只是在犹豫怎么来拒绝咱们的胜诉。你是说咱爸无论如何都不能减刑了？姐，现在减不减刑还重要吗？林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咱们不就是为了让咱爸尽可能的减刑吗？减刑？姐，咱爸根本没有犯罪，我要做的是让咱爸无罪释放。林蔚，能够帮咱爸减刑已经很不错了，我也希望咱爸早点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脚踏实地一点啊，毕竟无罪释放太难了。姐，我能说这样的话，就证明我有十足的把握。还剩30分钟，你还得帮我一个忙。什么？你让我装作咱们已经胜诉了？对，哎，而且你一定要自信，咱爸能不能出来就全靠你了。行，姐，我现在要离开法庭去见一个人。你要走啊？那一会儿审判长回来发现你不在怎么办呢？我争取在开庭前回来。哦，对了，这是一份补充材料，我走之后你要单独去见一下审判长，把这份材料帮我补交一下。补充材料？我呀，这不行，我也不懂这些，那万一我搞砸了呢？姐，我现在相信的人只有你了，如果你都办不到的话，其他人更办不到了。姐，记住我昨天给你的话啊，走了。林蔚，你开庭前一定得回来啊！林燕，谢谢，谢谢。你高兴那么早干嘛？因为我已经提前知道了，我爸一定会无罪释放。好大的口气！当着我们的面说要让抢劫犯当庭释放，你当我们何在？你当法律何在？好歹也是政法大学的学生，怎么能说出如此狂妄无知的话？都说不到黄河心不死，你是到了黄河心还不死啊？这结果都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心服口服，非得我们把你送进去才肯知错？这些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林蔚呢？他上哪去了？他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等他回来，我爸肯定会无罪释放。见一个人就能让你爸无罪释放？别说见一个，就算见10个，也改变不了你爸是抢劫犯的事实。反正我们肯定能定。我告诉你，这小子这么狂妄，绝对不能减刑。减刑是免不了了，不如我们主动退一步，将他的军。什么意思？什么叫减刑是避免不了的？林志忠1审2审的律师看见我们银行就怂了，根本没有好好打官司，所以才会顶格判处20年。如果终审只是减刑，那么法院依旧会判我们胜诉。不过与其让法院减刑，不如我们主动出击，打感情牌。你的意思我们示弱了，他们也会觉得判不重的。不行，绝对不行！这样的话，这些农民工会觉得我们滨海银行好欺负，以后会找我们滨海银行的麻烦。正好，
你只看见了宋律说的其一，却没明白他这么做背后的意义。如果我们滨海银行同意他们减刑，那么外界肯定都会觉得我们体恤民情，到时候我们马上来几个热搜，滨海银行将会彻底扭转风评。至于庭审，我们可以再找证据，甚至可以再找那几个劫匪。好，我同意示弱，但是减刑是我最后的底线。这场官司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滨海银行一定要赢。不对呀，这个女人突然这么自信，是不是中间有什么猫腻呀？这个时间应该是去补交什么证据？不对啊，宋律，看他那个架势，他们已经底牌进出了，怎么可能还会去提交什么证据？宋律，她是你老婆，会不会有什么人脉你不知道的？自从林卫昏迷入院，他爸入狱后，他就一直在四处奔波找关系。如果他有人脉，也不至于那天跪下来求我。哎呀，不对呀，这女人一下这么自信，会不会他们找到了哪层关系啊？赵航，你放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找到任何关系，我都不会给他机会。不对，还是过去看看。啥也不是。还真有问题，到时候我就申请法律回避，换个审判长，到时候再适当示弱，胜诉完全没问题。这林志忠是我们的了。宋律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做我银行的辩护律师吗？就是因为你呀下的巨手，大义灭亲。这次回去啊，你就当我们银行的法务部长。感谢赵航信任，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我们每个律师应尽的责任。赵大强，你记不记得你在抢劫滨海银行的时候，给一个老人塞过2块钱？是塞过。你是谁啊？我是他儿子，我父亲现在就在正式法庭现场。20分钟以后，法庭就会下达最终的审判。我希望你能出庭做他的证人。你爸判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帮你？这案子都要开始审判了，这林伟怎么还不回来呀？别装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猫腻。宋律师，等会儿一开庭你就直接申请法律回避，对面连辩护律师都没有，这次我们赢定了。开庭，现在宣布审判结果。案长，我调查过，你抢劫滨海银行也是为了给你的儿子治病，和你又有什么关系？这些人，他们跟你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向滨海银行起过诉，但是结果无一例外，全都败诉。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不可能帮你作证。张大强，这次终审是全国直播，可以为你、为他们、为全大夏老百姓提供一个发声的机会。难道你想让你儿子遇到这种情况，也跟你一样走这条路吗？开庭，现在宣布审判结果。慢着，被告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我要求审判长回避。你说什么？你要申请审判长回避？我方认为，审判长在庭审过程中有较为明显的情感倾向，我们怀疑审判长在庭审开始之前与原告具有私交的可能，所以我们不服之前的审判结果，申请审判长回避。申请审判长回避。罗老师，这又是什么操作？
审判长回避啊是一种常用的法律手段，在平时的案子中啊会存在少量的审判人员具有明显情感倾向的案子。如果大家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呢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申请法律回避。申请法律回避啊只是第一步，现在啊林律师还没有回来，滨海银行方恐怕就要趁机发难了。我们不服之前的审判结果，申请审判长回避。还能申请法律回避，这回我是真的学到了。但我咋感觉这审判长没偏帮林卫他们呢？请审判长回避。被告方滨海银行，你们确定要申请审判长回避？没错，我方确认。好，审判长回避生效。现在当庭更换审判长。这案子都要结束了，忽然申请法律回避，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连卫，你倒是回来呀！对呀，这什么意思啊？我是本次庭审接任的审判长郑蓝天，林志忠案重新开庭。原告律师林卫，本次庭审诉求是否相同？审判长，林律师他还没回来，我是他姐姐林燕。你们的庭审诉求是否相同？你就认这个，这样我还能帮你减刑。就是啊，你弟弟都跑了，现在就剩你一个人在这里。原告方，你们的庭审诉求是否相同？相同。被告方滨海银行，本次庭审诉求是否相同？相同。针对被告方滨海银行之前宣判撤销的变诉，是否有新的证据补充？针对被告方滨海银行之前宣判撤销的变诉，是否有新的证据补充？我方承认在保管客户财物方面有些失职，并对撤销变诉无异议。你们的意思是，被告方滨海银行要放弃补充新的证据？不错，我方认为在1审、2审当中，对当事人林志忠的判罚确实过重。真是听错了，这滨海银行承认审判过重，这难不成已经发现了？这可是银行，银行要是能改，我他妈跟他姓。罗老师，滨海银行方怎么承认审判过重了？他们是不是要认输了？首先呢，我要为大家普及一个法律知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林律师提出的诉讼申请是让当事人林志忠无罪释放。如果最终林志忠真的被判减刑，就意味着没有达成林律师的诉讼申请，那么本次庭审林律师依旧属于败诉。怎么减刑了，最后还败诉？滨海银行主动承认审判过重，这样做呢有2个好处。第一，滨海银行已经做出了让步，再加上他被告的身份，最后的审判极大概率会考虑滨海银行的诉求。第二，这样也可以挽回一些滨海银行方在大众之间的形象。这一步以退为进，十分精彩。滨海银行方如今的目的呢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林志忠坐牢。是宋非凡不是林志忠女婿吗？咋非要自己老丈人坐牢？谁让人家是大律师呢？高贵着呢。呸！我女儿以后要是敢嫁给这种人，打断她的腿！滨海银行怎么这样啊？我还以为他们良心发现呢，没想到他们想把林志忠往火坑里推。林志忠坐牢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吗？他们要这样苦苦相逼。对于银行来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性命哪有他们的名声重要？就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吧。我再确认一遍，滨海银行方也认为当事人林志忠判刑过重，你可是被告方律师。滨海银行方也认为当事人林志忠判刑过重，你可是被告方律师。我方确认对当事人的判罚过重。我方认为当事人事出有因，救子心切，也是人之常情，可以酌情减刑，但我们有一个条件，我们要求当事人承认抢劫罪名，并公开向我们滨海银行道歉，否则我们滨海银行坚决不承认减刑结果，并会公开公正抗争到底。苏非凡，还是不是人啊？我罪你自己不清楚啊！还把我们往死里逼，你敢满意？往死里逼？林燕女士，你搞清楚，我们滨海银行身为损失方，已经宽宏大量，主动退一步，还争取帮你减刑。倒是你们，从法令森严，拒不伏法，
这减刑还是牢底坐穿，选择权在你们手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选的。我倒要看看你们是怎么选的。审判长，时间有限，如果原告方拒不认罪伏法，还请继续维持原判结果。原告方若对被告方提出的请求拒不接受，可否有新的论据补充？等等，再等等，我方有新的论据，请原告方拿出新的论据补充。还不道歉？再不道歉，就让你爸往牢底坐穿！还不答应？这可是你们最后的减刑机会了。审判长，我方强烈反对被告方对于我方当事人犯抢劫罪的说法，并且申请针对这一点进行法律。这家伙这说来干嘛？连见好就收都不懂吗？还想着无罪释放？这种无休止的纠缠，不就是说一审、二审的判决不对吗？惹怒了法院，减刑都省了。好，省了好。你没事吧？没事。吓死我了！你终于回来了。刚刚滨海银行方提交的法律回避。姐，滨海银行方是不是觉得上一位审判长对咱们有轻点形象？可是咱也没干什么呀，咱就提了一份补充材料啊。姐，你看看这个，这些案子都是上一位审判长判的，你可以看看审判结果。几乎都是维持原判。上一位审判长他是一个保守派，他维持原判的概率高达80%。这次庭审，维持原判的概率很大。所以你让我去提资料，滨海银行方以为原审判长倾向于咱们，所以申请了法律回避。这个是现在这位审判长的资料，他想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是一名改革派。郑蓝天，铁面判官。申请通过，允许进行法律反驳。审判长，在进行法律反驳前，我想先抛出一个问题：抢劫罪这一重罪到底是如何认定的？什么怎么认定的？抢多抢少不都是抢劫吗？嗨，抢的多判得重，抢的少判得轻呗。抢劫罪是如何判定的？林卫，你当法庭是你的学校吗？哎，你是怎么敢厚着脸皮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的啊？你真应该在学校里面多学几年，也不至于在这里侮辱法律，浪费大家的时间。他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先把刑法背熟了，再来打官司吧，免得害人害己呀。我当然知道，我只是怕你们不知道。你放个臭屁！我不知道吗？啊！我拿律师资格证的时候，你他妈连刑法都没学过呢！你要是真知道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了。今天我就好好给你普法。一个连大学都没毕业的傻学生，要给我这个胜诉率100%的律师普法啊？针对于抢劫罪这一重罪的事实认定，一般分为客观事实、主观事实两个方面。而之前我已针对我方当事人的主观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辩论。抢劫就是抢劫，你爸抢了我们银行的钱，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念在林志忠救子心切，才同意减刑。你不要给脸不要脸！肃静，请被告人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原告律师，请继续。好的，审判长。而对于抢劫罪的客观表现方面，则是行为人对公司财物的保管者或所有者当场使用暴力和胁迫，强制劫取公司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就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这也是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以及敲诈勒索最显著。从客观方面来说，抢劫罪确实需要暴力胁迫，可你有什么证明能证明当事人林志忠没有进行暴力胁迫？谁提谁证明？你有什么证据？当然有证据。
根据滨海银行方所提供的滨海银行的视频，就可以证明我去，用你提供的证据证明我无罪，还有这样的操作？一开始我还觉得那林志忠确实抢了钱，但听林卫这么一说，这林志忠根本没抢钱嘛。我方当事人从来没有过对任何人产生过任何的暴力胁迫行为，所以我方当事人从主观事实和客观事实两个方面都没有进行抢劫，因此抢劫罪根本无从谈起。被告方滨海银行对原告律师的陈述是否进行事实或者法律反驳？审判长，原告律师说当事人林志忠并没有进行暴力胁迫，这一观点不成立。在1审、2审的判决结果中，认定了当事人林志忠和其他3个劫匪都是同伙。没错，这3名抢劫犯是持枪抢劫，因此原告律师说的在客观原因无法认定当事人的抢劫行为，这一观点完全不成立。当然成立了。审判长，我想请一位与本案关系最密切的证人上庭。原告律师申请证人上庭，同意。咱还有证人呢。一名最关键的证人。他还有什么证人呢？只要咬死林志忠是抢劫犯，他说什么都没有。对，只要是他是抢劫犯，说什么都没有。审判长，这一位就是当时将钱给我方当事人的劫匪赵大强。我去，一个劫匪也能当证人了，这也行吗？还真是活久见。可是他们要真是一伙的，他们半壁同伙怎么办？上场证人姓名赵大强，年龄46，是否属实？审判长，我是赵大强，身份属实。这怎么可能？赵大强可是抢劫的重刑犯，他怎么可能出庭做证人？证人身份属实，请原告律师询问相关问题。好的，审判长。赵大强，我想问你，你与我方当事人林志忠认识吗？是同伙吗？我不认识林志忠，也不是同伙。抢劫银行的时候，就我们3个人，和他没关系。不可能！你要和当事人林志忠不认识，你为什么把抢来的钱分给他？你说话最好说清楚一点。肃静！被告律师宋非凡警告一次，如有下次，直接离场。抱歉，审判长。赵大强，你与我方当事人林志忠并不认识，那为什么还要将钱给他？我就是看他可怜，他和我说他儿子在 ICU 躺着，等着钱救命，他要去银行取钱，银行却让他证明他儿子是他儿子，这是他妈什么狗屁证明啊！证人，请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是，审判长。审判长大人，赵大强的言论我持质疑观点。允许被告律师质疑。他说你就给他，那是不是在大街上随便一个人找你要钱，你都会给他？那你还抢劫什么银行？因为我儿子也需要钱救。我儿子要结婚了，在滨海银行贷了款，给儿子买了套空房。可是他突然间就病倒，我存了1辈子的钱，1辈子，一眨眼就都花没办法，不够，我只能把心放宽。审判长，对方证人发言现在与本案无关，我方申请驳回证人发言。申请无效，让证人把话说完。是，审判长。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卖了房子，还盗欠了银行60万贷款？首付没了，房子没了，我怎么会还盗欠滨海银行60万贷款呢？所以我听说了，他儿子也生了病，滨海银行不给他取钱，我就给了他2捆钱。我和他真不认识。审判长，我说完了。请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审判长。审判长，我说完了。请法警带原告证人离场。审判长，根据证人赵大强发言的证词，他给我方当事人的钱完全是出于自主意愿，他与我方当事人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同伙一说并不成立。审判长，我方申请反驳原告律师的阐述。允许反驳。这些都是赵大强的一面之词，如果他们是同伙呢，也不无袒护的可能。所以赵大强的证词无法被当作证据。审判长，刚才开庭前，我让我方原告林燕递交了一份补充的证据，
这是我让检察院做的证明。经过检察院调查，3名犯罪嫌疑人均与我方当事人林自忠没有任何人身交集。老公，你听见了吗？这林威真的要赢了！活该，滨海银行真是活该，让你们欺负我们老百姓。林威好像真的要赢了，这法院到底要怎么判呢？急死我了！真的要翻案了？不能吧，他还只是个大一学生呢。滨海银行方是否反驳或者提交新的证据？既然原告方和被告方均无新的申诉，那么现在我想听一听双方的法庭陈述。原告方律师林卫，请进行法庭陈述。审判长，我已经没有任何想要陈述的。我相信法律是正义的，他不会偏袒一个坏人，同时，他也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被告方滨海银行，请进行最后的法庭陈述。我方没意见，愿接受任何审判结果。陈述完毕。本案证据完整充分，逻辑清晰，现宣布本案庭审审判结果。全体起立。本案为本院，也就是滨海高级法院审理的终审案件，原告林志忠，被告滨海银行。本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所使用法律全部依据国内法律，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威胁他人抢劫公私财物为抢劫罪的构成条件。公诉方针对原告当事人林志忠所提出的林志忠为抢劫同伙，法律条件不予达成，林志忠并未达成抢劫罪的犯罪事实，但林志忠明知所得财物是非法所得，依旧选择将其给儿子缴费，涉嫌不当得利和转移赃款，涉嫌隐瞒犯罪所得。由于事出有因，事态紧急，考虑到林志忠当时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行为，从轻判处。判处林志忠获利不当，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返还所得违法财物。针对原告提出来的滨海银行的赔偿问题，滨海银行在本案中的确有所牵连，判处滨海银行方向林志忠公开道歉，其余诉求全部驳回。针对被告方滨海银行提出的诉讼请求，予以全部驳回。当事人林志忠当庭释放。当事人林志忠当庭释放。当庭释放。林卫，赢了，咱们赢了。赢了，姐。公开道歉，当庭释放。宋非凡，你不是说只要我们起刑就会赢吗？啊！操！我真的错了吗？我要被当做反面例子，让法律就会输了。爸，儿子，小样！当事人林志忠当庭释放。哎，我的天，他赢了，他赢了！真是没想到，他一个大一学生居然能做到这一步。哎，你们厉害啊！说，你是，你赢了！林卫赢得漂亮，这宋非凡还亲手把他姥姥丈人送进监狱里呢。我看他还想嫌弃什么？请问滨海银行怎么看待自己败诉这个问题？网上都说这是正义得到了伸张，滨海银行得到了正义的审判，对此赵行长你怎么看？滨海银行是否会向其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客户道歉呢？让开，我们不接受采访。哎，林卫来了。赵行长，这次是我们法务的失误，我们虽然失败了，却没完全失败。败诉结果也只不过是简简的道个歉而已。只要我们舆论上赢了，我们滨海竟然依然赢了呀！舆论不平，庭审都驳回1审2审了，你他妈还搁这舆论，他妈当我是傻逼呀！啊！宋非凡，你现在被开除了，滚！
请问林卫，这一次你是怎么看待自己在法庭上的辩解的？你是怎么想到让银行证明钱是银行的钱这种说法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你只是政法大学一名大一学生，而且学的是民法，你是怎么在这场诉讼中靠自己一个人告赢整个滨海银行的？也许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强权，遇到不公，遇到看似我们无法解决的存在，但是我们要发声，我们要把遇到的不公勇敢地说出来，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公正的结果。每个法学生入学前都会对律法宣誓，我自愿献身正法事业，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庭，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积人伦之底蕴，倡法治之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的命运事业奋斗。